普京叫停攻击亚速钢铁厂乌军的行动，绝非心慈手软。那么他的用意何在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4月21日，普京宣布取消强攻亚速钢铁厂命令的意图，引发了各界的广泛猜测。普京是心慈手软呢，还是要麻痹亚速营以及其他困在钢铁厂内的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军呢？俄军真的没有能力直接向亚速钢铁厂发起最后的猛攻吗？其实呢，这些原因可能都不成立。普京虽然想夺取马里乌波尔的全境，但是让2000名乌军和外国雇佣军成为瓮中之鳖，对俄罗斯而言可能更为有利。首先呢，是在军事层面对俄罗斯有利，俄军可以尽快的调出主力部队北上，避免在马里乌波尔浪费宝贵的军事资源。目前进行的乌东顿巴斯大决战，俄罗斯军队现在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兵力不足的问题，甚至呢总兵力比乌军还少。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以后呢，俄军每天要攻击1000来个军事目标，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从整个战局来看，推进的速度并不明显。特别是伊久姆方向，乌克兰军队正在重兵反击这个突出部，攻击斯拉维扬斯克的行动呢进展缓慢。俄军现在能打的也就是72个作战营，大约6万人左右，而仅在马里乌波尔就要耗费1.5万的兵力。如果对亚速钢厂围而不攻，可能呢只留下5000人左右就足以应对局面了。包括车臣武装在内的主力呢就可以顺势北上。第二，普京这么做在外交层面上留下了一个筹码，歼灭乌军，以留着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与乌克兰谈判的时候呢，筹码可以说天差地别。如果将这些乌军全部歼灭，只会让泽连斯基政府更加强硬，这对双方进行的下一阶段谈判没有任何好处。留着亚速钢铁厂里的乌军，泽连斯基政府就得想办法去营救。如果放之不管，就会伤及乌克兰军队的士气。这样，俄罗斯方面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一个大的筹码，这对基辅来说反而会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第三呢，普京此举可以避免俄军的重大伤亡，因为攻击地下工事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此前呢，俄军呢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尝试。据说，车臣武装和俄军在攻打这些地下设施的时候，仅为了拿下几个房间，就伤亡了100多人，这个代价有点偏高。地下工事作战对俄军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很多重火力根本就用不上。进去之后会死多少人，真是不知道。普京这次提到要避免俄军伤亡，也可以说是真的打不起，还不如围而不打，耗尽你们的弹药和粮草。第四呢，普京之所以要俄军暂停对亚速钢铁厂的最后总攻，也是为顿巴斯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着想。从长远看，打烂了亚速钢铁厂，等于就打击了顿巴斯共和国的经济。这里有欧洲最大的钢铁厂，尽量保留设备的完整，对顿巴斯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利。要知道，顿巴斯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会减少对俄罗斯经济援助的依赖，未来才能有资本长期与乌克兰较量。第五，普京此举呢，也是为了打赢舆论战，以展示俄军正义之师的一面。从开放人道主义通道，为投降人员提供安全保障，都是俄罗斯在战争中打舆论战的需要。第六，俄罗斯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消耗战了。暂停对亚速钢厂的最后攻击，实际上也是一次宣示，围而不打就是要长期消耗下去。普京这次可能是要想对全世界说，我就这么耗着，不会为了某个时间点而不惜一切代价。俄罗斯手上有能源，又成功地推出了天然气卢布，手上有粮食，有完善的军工生产体系，军队呢也更为专业，
并且拥有更强的综合实力。乌东地区作战距离俄罗斯非常近，后勤保障也相对容易，因此，普京这次等于告诉乌克兰，你就耗着吧，看谁耗得下去。总之，普京这次选择不强攻亚速钢铁厂，可能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最终正确与否，恐怕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